今天也不一样，今天心情又复杂了一些，希望今天不要太伤感了。场次相对比之前多一些，但是他去的城市还是范围没那么广吧，因为很多北方的城市，包括我自己的家乡，我也很想去。希望下次吧，下次如果场次多的话。因为考虑到好多城市我们是第一次去，如果理解观众的心情，就是你第一次看他的演唱会，你还是希望听到那些你可能更熟悉的歌，才会觉得值得，才会觉得过瘾，所以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其实我们在每一场的时候都有一些歌的微微的调整，每一场来的观众都有一个全新的体验。比如说情人节的话，我们会准备了一首《爱情神话》。演新歌其实我也会紧张一些，因为新歌这几年确实没怎么演过。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演唱会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会比较细节，他觉得把这件事情确认完，他才可以安心的表演。一方面也是听现场的音响效果，我自己听是那个样，但是观众听起来是什么样？彩排结束之后呢，基本上会根据他在彩排时提出的一些状态，然后进行一些微调。演出日的彩排会有时间要求，其实王老师也都是能排的就多排一次这样。其实可以感觉到他很累了，但是他依然坚持把所有的流程跟着我们一起过一遍，然后并且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跳完。王老师很敬业，很多时候看他其实彩排的时候是能看出来他已经有点疲惫了。其实没有刻意这么安排，你在演出的当天再踩一下，你会有底一些。东北民谣送给所有好朋友。那我是从第一场一直跟到第10场，那整个过程下来，尤其他在表演的松弛度上，他在跟现场歌迷的互动 talking 环节的这个自如的程度上，其实你会发现他在每一场比前一场做得更好。这个我们每一个那个刚才的模块是根据家里的场景来布置的，里边还有一些真的家具。那刚才我们键盘老师在那个弹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洗手池。每一次他开场到他结尾的时候，他的一个变化，情绪上的变化，越来越松弛啊，或者他是更多也希望得到下面人的反馈吧。听那么多人唱你自己的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但是这个我后来也发现，它很需要技巧，不是说你把这话筒递出去，他们就会唱，而且你的时机要非常的准。而且我又不喜欢在递之前说一起来或者什么的这种，我找不着那个瞬间把那几个字塞进去。可能这个以后要设计，上一场的嘉宾是刘若英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唱了一首后来家喻户晓的全国人民都会唱的一首歌啊，非常大方，非常慷慨，留在了我的演唱会。满足了我的想象，就是大家一起唱的那种景象，那是个非常动人，非常感动。因为最开始还没有定嘉宾的时候，就想说请李健老师。老师。他写进眼里，他不敢承认，可是啊，总有那风吹不散的认真，总有大雨也不能抹去。而且作为收官嘛，我觉得也算是我整个这几年歌手生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小小的答卷。然后有请到李健老师，就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老师，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道彩虹，两个人。我后来看看这演唱会名字叫《幼鸟指南》，其实你早就不是幼鸟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从来就没有是幼鸟，因为你一直是只鹰，很成熟的鹰，而且翱翔得非常的自由自在。谢谢李健老师。李健老师还是他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和参考的。他是非常的有坚持，会保护自己的灵感的人。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虽然我跟他联系不是很多，因为跟老师联系起来比较困难。毛毛其实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因为我电话也打不通。我是特别愿意跟他讲话，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距离感，给人很温暖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没想到短短的这么5年吧，就能开自己的演唱会，真是了不起。我觉得乐坛是独一无二的。哎呀，这差不多行了。真的，谢谢李健老，谢谢李健。真的，我觉得乐坛需要毛不易。哎呀，需要每一位歌手，需要每一位歌手。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谢谢。就是整个的这个巡演过程中，你会不会上微博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反馈？我会看。你觉得有哪些反馈是你看了印象很深刻的？夸我的。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看你的现场，没有让他感觉到失望，甚至有一些出乎他的意料，这种是让我感觉很被表扬。录音作品是一个感觉，然后你来到现场其实还有另外的感觉，有歌迷能发现这一点，所以就是还是让我觉得很高兴。雨后晴空，玫瑰丛中。整个有一个大的工作群，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互联网上收集的建议方面，这个大的演唱会团队都会及时的实时的响应。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服装上，其实也做了一些变化和改进。比如说它那个羽毛的开场，它比最早的时候变薄了。我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发现，唱盛夏的时候，歌迷朋友们都会拿出这个手机来为他点亮那个夏日的繁星。在第二场，其实就有这个大屏幕的反送，可以抓到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歌迷朋友。在歌迷的反馈上，其实我会发现，比方说在我们的票务平台上，其实每一场想要去观演的这个人数都在逐场的递增。那到我们最后一场，其实我看差不多已经快有15万人。
登记想去看这个演唱会，其实远远超过我们在开票之初第一场的这个数字，所以每一场都比前一场更好。包括我们可能每一场的官宣，然后每一个城市的地方特色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参与过的或者路过的人能够看到毛不易，能够看到他的音乐作品，然后也能看到一个90后的创作型的歌手。非常有趣的这种娱乐的话题，包括比如说有一些现场求婚的朋友们来到现场以后，然后在这个唱这个变有钱的时候，然后刮彩票。说金钱它不是一切。现在来到了一个点歌的环节，我听有一些观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为我做主了，是不是？毛不易就以他这个年龄，这个作品确实是会呈现出一种不符合他年龄的这种成熟，还是能有稳定的输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胡同吧，是不是从来没唱过？可以吗？在北京好不好？这词儿恨不得就是北京词儿。这种个人色彩比较浓重的风格是要比学院派来的更加触动人心的。真的伸出一条长长的街巷。作为一个天赋型的创作者，他那个非常敏锐的能够抓到这个时代的情绪。我是从《明日之子》第一季的第一场比赛开始，我就在现场，然后再到今天这个演唱会，我感觉他整个人已经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成熟大气，一种王者风范的感觉。其实要说波折的话，其实就是在最终一直都希望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收官的这么一个场次，然后去为这个专辑和巡演画一个最终的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天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确实很遗憾，说晚上在开会，说第二天才知道的。因为我其实第二天也请了自己的很多朋友来，可想而知，那从远道而来的观众是更加麻烦，就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找场馆、找档期，然后最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抓住了整个从7月30号到年底唯一的一个时间窗口，就是大家最后在9月15号，来到国家体育馆。留下的潮湿，祈祷在下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故事才刚刚开始。像 encore 的时候，我们的鼓手会鼓点的互动，去提示观众朋友们去一起念出毛梦语。实际上这件 T 恤是我们出的演唱会的文化衫，因为我看到好多以前的大歌手的都是从华丽的衣服，然后最后安可我换成文化衫也好，或者是朴素的衣服，然后跟同事们、乐队的同事们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们都是都穿一样的衣服，觉得这种感觉很好。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红红。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穿了很多华丽的衣服，有很多漂亮的灯光，但是呢，还是要穿回自己的衣服，还是要过回自己的人生。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从21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筹备这件事儿了。等到现在，大家依然还能够愿意去做这件事儿，而且还有极大的热情。因为我觉得跟我工作其实是有点难度的事情。我虽然看上去是这样，但其实我很挑剔，要求比较多吧。可能不同性格的、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工作同事们，可能都要因此而有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的习惯。演出成功！谢谢。朋友来看我非常高兴，同时有一丝紧张，尤其这个又是歌手朋友的话，今天晚上得知单依纯来的，我就紧张够呛，
就是在同行面前表演还是会不一样一些。但是换位思考，如果我去看人家的演唱会，我肯定也是抱着祝福，抱着想要享受音乐去看的。我给你买的花真大呀，你这个太大，接一下。你的应援色是金色，因为有5年前我看了朋友圈，最后一次看演唱会，你的演唱会。哦，是吗？我们恭喜毛不易。主要是我最后念你的那个名字的时候，要知道那个金色雨，一下念毛不易，然后金色雨就往下。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总决赛那是。很懵，但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非常累了已经。那一天我还是在高3，你只觉得好像有一档节目要收官了，刚好还赶上我毕业，然后特别有感触。所以就我当有人说网友会说什么啊，陪伴了我整个中学时代，我怎么可能呢？我才出来多少年？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其实3年5年，它就是3年和5年，但是可能从一个初中生来，他就可以让他到高中毕业了，这个是他非常很多变化的，甚至是他的校园，他的青春生活。我想对他说，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的创作。他出道的那些歌还是给我很大的支持。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力量。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这是只有一次的人生。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歌已经唱了，今年是6年了，还是能够每次唱都有很美好的记忆，不管是以前的还是我们未来即将创造的，都很温暖我。谢谢大家，非常感动。感谢大家让今天这个夜晚变得更加的特别，因为今天是我们这次巡演的收官了，这回。我们如果再是演唱会的话，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了。这一路啊，非常感谢大家了，对我的支持，对我的包容，也感谢所有的到场支持我的，我自己的好朋友，以及那些没有到场的，在默默给我力量的我的朋友，非常感谢他们。也最感谢的还是台下的观众朋友们，每一次都。我们共同的这场演唱会都完成得很好，希望有机会我们还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再次见到大家。特别感谢何炅何老师在献声了我们的开场的旁白，非常温暖，谢谢何老师。谢谢我的公司和我周围的同事们，他们离我非常近，然后要承受我很多不那么好的时候，然后要给我无条件的支持，非常感谢他们。接下来迎来了我们真正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最后一首歌放《平凡的一天》，我觉得很好，因为大家也好，我也好，我们都要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听完这首歌，唱完这首歌，让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结束，好不好？平凡的一天，咱们一起完成。可能会有一路跟我们走到下一个阶段的朋友，也可能会有新朋友加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就是歌手可以把自己的年轻的样子，那段年轻的经历、年轻的声音和感想，通过音乐作品记录下来，和这么多人分享。因为他们能够在台下，所以我们才有不断的一场接一场的
这个机会和底气吧，去开这个演唱会，去见到大家。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而且每一场演唱会我们都留下的特别不一样的，属于台上和台下共同的回忆，那种交流，那种氛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场都是。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演唱会，喜欢听我的歌。如果你想到自己的话，也希望大家像会支持我一样支持你们自己，好不好？一起来。希望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我还能够和你产生共鸣。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玩得开心吗？这边的朋友，这边的朋友，高数的朋友，赠票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